哎呀，没有夜禁的地方，这大晚上的还这么热闹，真好。好在哪儿啊？啊？虽看上去繁华一时，但由此引出的乱象，甚至各类案件，定会更多。卢凌风，我问你，官府做一件事儿好不好，谁说了算？政令应符合朝廷规制，且百姓欢迎。你这是跟谁学的？如此圆滑，你这是两头堵。苏某认为，百姓喜欢是最重要的标准。百姓之好固然重要，但不可以以权谋私。这个叫司马亮的，身为县尉，又是最大的酒商，官商一体，此之谓也。他主持开放夜禁，到底是为百姓，还是为了他的生意？这很难说清吧？你看你怎么，你不服？我只是你的私人主簿，不敢不服。哼！明日拜见县令，我要力陈此事。我说，卢大县尉，我这个私人主簿能不能给你提一个小建议？别阴阳怪气，说。人家已经开放了夜禁，百姓尽享其乐。你一上任，你就要试图扭转，怕是不得人心呐。老话说，莫走回头路。以后这种废话，你还是别说了。哎，待会儿我得和樱桃出去溜达溜达，趁你没上任之前，好好感受一下云顶夜市的繁华和热闹。哎，你。所谓三乐，就是安摩乐、毗梨乐、喝梨乐。我想这三乐浆应该是3种植物混在一起酿的酒。要不咱尝尝？尝尝就尝尝。你要去逛夜市吗？我们一起啊！我才不逛。那你是来找我的？进来吧。哎呀！郎君，郎君，贱卖宝物，拾得此宝者，赚得一生。卖郎金了！卖郎金！郎金！你这话说的有点大了吧？郎金是宝，为了给我娘治病，我100钱就卖，能不是大赚吗？100钱。 100钱。你买这东西干什么？这是真郎金吗？20年老郎金。20年老郎金就卖100钱。这要是在长安，至少得卖300钱。在云顶，我觉得也得卖150钱。这样，我就按150钱买你一根。哎，150钱，太好了！您等等，这个是真的。哎，这就对了。
你还算实诚。原来你早就看出来了，故意试探我的。哎呀，我真是该死！但卖狼精会给我娘治病，我可没撒谎。我就这一根真狼筋，我怕卖的钱不够。无论初衷如何，做买卖要诚信。虽然你给了我一根真的，但是我只能给你100钱，因你欲骗人，损失了50钱。我这么做是让你长长教训。多谢先生点拨，我记下了。哎，拿着，走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在武功当县尉的时候，就想买一根狼筋，以备不时之需，一直都没买着。没想到这云顶夜市啥都有卖的。这东西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泡软了煮着吃？这怎么就知道吃啊？哎，我告诉你，据传，这狼筋能测谎，比如盗窃案，一下子抓了好几个嫌疑人，怎么甄别呢？这个时候，就熏烤这狼筋，烟儿一起，真的贼，嘴角就会不自觉地抽动。真的假的？啊，先生，多谢先生大恩，多谢了。还是给了他150钱。他说不用谢，早些把令堂的病治好。哎，拿好，坚持一下，我很快。这大晚上的画什么像？就是要晚上画嘛，云顶的晚上才热闹。我想去夜市上为人画像，拿你试试，看一晚上能画几张，这样我就能推算出画多久才能请鸡师公喝那个长生醉了。胡闹！你怎么要到夜市上去画像？画像赚钱有何不可？关键是夜市。怎么了？什么人？你私闯他人寝室，还敢问我是什么人？让开！别找死！云顶的酒纯美，容易喝多，你这是在说醉话。那个人呢？把他交出来！哦，看来又是长安派来的杀手。说吧，谁雇的你？你才是杀手！哎呀，吓死我了！他刚才一进来我就醒了，我还不敢动，我还在假装打呼噜。后来听见你进来了，我才放心的。放了我，不然就把我送到县县去。你们没有权利私设公堂。呀，听你这么说话，还是个识文断字的。那对不住啊，得给你看一样东西。啊。
看见没有？一路上缉凶探案，这权力是御史给的。哎，大胆贼人，可是长安派来刺杀苏无名的，雇凶者何人？不如实招来，斩！神武啊，那让他先说说，身上铜钱从哪儿来的？铜钱？别说你没有，我看得清清楚楚。你说的是这个？对，我阿兄被你们弄哪儿去了？是死是活？你阿兄？这你看准了没有？这铜钱是你阿兄的？错不了。你阿兄是个哑巴？你们把我阿兄弄哑了！坐下，你坐下，我慢慢跟你说啊。坐。这个铜钱啊，是我们过杭州的时候，一个五官扭曲的哑奴生塞到我手里的。五官扭曲？我阿兄怎么会五官扭曲啊？所以呀，也许是你认错了。这是一枚普通的铜钱，并不稀有啊。不会，古钱虽多，可这钱上的红绳是我母亲临终前亲手给我们兄弟俩编的。不信你从我身上摸，有个一模一样的。哎，真是一模一样啊！我问你，你兄长有什么体貌特征？他与我长得很像，只是眉心多了一颗痣。像，那真看不出来。不过那哑奴眉心确实有一颗痣。阿兄，你是如何哑了？又被人当成了奴隶。苏明啊，我记得你当时也很疑惑，那哑奴为何会拿着这个铜钱塞给你？我想起来了，当时正有人说我是狄公弟子。狄公弟子？狄仁杰早就死了，没听说过有弟子啊。放肆！你眼前坐的这两位，都是狄公弟子。狄公屡破奇案，威名远扬。那哑奴，应该就是听到了狄公的名字，才将此铜钱塞给了义兄。分析的有道理。若那哑奴真是他阿兄，从他的行动和表情来判断，应是遭遇了什么意外。我也有此猜测，而且很明显，那个哑奴这里并不清醒。我想是因为“狄公”二字忽然激发了他某些记忆，所以才把这铜钱塞给了我。阿兄，你到底被折磨成了什么样子？你阿兄叫什么？赵雷，雷电的雷。好，我一会儿就会给杭州司法参军马蒙写信。若那哑奴真是你阿兄，自会妥善安排。我凭什么信你？嘿，刚才给你看那个凭证，你没看清楚啊？实话跟你说吧，这位是新上任的云顶县县尉卢凌风。我还是不信。若是县尉，为何住客栈？我看他脑子也坏了。这样啊，他是不是县尉，信不信由你。你倒是应该跟我们说说你自己和你的阿兄。老费，送吧。啊？去。
我叫赵宇，我与阿兄是双生子，生在一个雷雨之夜。先打雷，后下雨，我兄弟故而得名。我们是秦州人，我早年习武，游荡四方；我阿兄则读书，却屡试不中。前番我曾回到家乡，没有看到我阿兄。邻居说，他早2年就来到了杭州云顶，投奔他的一个同窗好友，叫宋商的。我在家中等了阿兄半年，都不见他回去，便来云顶寻凶，才知那宋商是云顶县丞。我确实与你阿兄是同窗，可问题是我就任云顶县丞3年了，他从未拜访过我，是不是过云顶直接去了沙州？敦煌那边天天开凿洞窟，我记得赵雷信佛。你真没见过我阿兄？你什么意思？县丞莫误会，我只是寻凶心切。阿兄明明说的是来找你啊。我还有公务在身，看在赵雷的面子上，就不轰你了。你来了半个月了，从今日所为推断，应该一直在探查，手里或许有了些线索。暂时没有。哎，卢凌风，云顶不比局县，当时有义兄为司马，你算是背靠大树，而如今你只是个县尉，上面下面或许会有刁难，你一定要耐住性子，莫上来就发脾气。哎，我知道你嫌我唠叨，可我就是忍不住想要叮嘱你。放心吧，我是不会一个人去献谢的，我会带上他的。苏明，快点儿！哎呀，我还以为没有我的事儿呢。哎，卢凌风，你干嘛非让我跟你去献谢报道啊？我得让他们知道有你这么个人。我一个无名之辈，白衣之身，他们知道不知道不重要。有义兄这个无名之辈陪着，我刚才的唠叨真是多余了。走吧。哎，等会儿，你过来，过来。这是他花150钱买的，不错，我亲眼所见。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大方。你我同门师兄弟，今日你上任云顶县尉，我这个当师兄的理应多少表示一下嘛。这个郎金真能测谎，在传说中能，狡诈者甚至借助传说谋财害命，当然聪明者亦可利用传说做些文章。懂了，多谢。来，先坐会儿。哎呀，哎，人来了，这你都能睡得着？昨晚我不是去逛夜市了吗？没把持住，多少有点贪杯。这太阳一晒，困得厉害。哎呀，抱歉，卢凌风，哎，请。
里面说，里面说。范阳卢凌风，今至云顶上任县尉，拜见冥府。昨晚喝酒的时候，我在念叨，该来了，要不然就耽误朝廷规定的成期了。这是赤牒和告身。范阳卢凌风，遥若高山之独立，果然是北冲浪呛之后。卢某虽初到云顶，但也知晓民风，恕卢某直言，这还未到正午，县令如何就醉酒了？啊，县令爱喝酒，大家就都喝酒。这以酒业为生的云顶人就都有买卖做了。外州县的人就越发的认定云顶是酒乡，那这里的酒就卖得更好了。嘿，所以喝酒本身就是公务啊。宋县城深得云顶为官之道的精髓，不过我今天还没来得及喝酒，我是昨晚办公有为卖力所致啊。云顶县城宋商，幸会卢兄。请教宋先生，县令昨晚办公过于卖力，早上未能到县谢，县城也是一样。卢兄，这是怪我们来晚了呀。其实是你来早了。云顶是酒乡，全县百姓已经习惯了夜间饮酒，早上睡觉，故县谢随之调整为午后开始办公理事。这合乎朝廷规制吗？规制的事回头再聊。卢县尉，自从得知你要来云顶，我是日盼夜盼。你可知我二人祖上交情匪浅？冥府祖上是？莫非是后汉末威震天下的皇甫太尉？正是。失敬，失敬。你说，你我今日相见，该不该喝点？哎呀，太该喝点了。一位是北中郎将卢植的后人，一位祖上是太尉皇甫嵩，这都是后汉响当当的风云人物啊。若我没记错，当年皇甫太尉还救过北中郎将。哎呀，卢县尉啊，卢县尉，此次云顶夫人，你算来对地儿喽。你是？他是，该怎么说呢？现在是我的私人主簿苏。不用说叫什么了，哪有私人主簿一说？我看是卢县尉关系密切的仆人吧，一路上行照顾之事。但既到云顶，再叫主簿就不合适了，叫人误会。还是以管家相称吧。县令，他……走，西晨宴已备好，喝酒去，喝酒去。喝酒。请。卢县尉不必如此，管家站着很正常。县令看这位苏管家一路上应该也算辛苦，所以才没叫他出去。那就多谢县令县丞。这样，我给3位上官倒酒如何？好啊，来。县令，我就直说了，卢某有一事不明，即我县为何会开放夜禁，就不怕上头怪罪吗？云顶处于东西商旅必经之地，为保持商业繁华，故不做夜禁，商户和百姓乐在其中，往上交的赋税翻了2倍。
州里和都督府从来没有特别阻拦。可我大唐自开国以来，夜禁是铁打的制度。若是为了商业上的一时繁华坏了此规矩，朝廷会随时怪罪不说，也必会给心怀叵测之人以可乘之机，最终不利于百姓的安全。这怎么和吕仙客的论调完全一样啊？吕仙客啊，本城的侍婢师，掌管云顶市场多年，年过七旬，德高望重，云顶商业有序，多亏了他。但就开放夜禁之事，他和前任县尉司马亮分歧极大，甚至不睦。如此说来，我倒要拜访这位吕老了。丢了，丢了。是啊，半个月前我专门设宴，就是为了调解吕老和司马亮之间的矛盾，结果这俩人各执己见，争执不下。宴席散罢，我让宋县城和司马亮一起送吕老回家。我有些人心里有气，恨不得一掌把老夫推到沟里去。见解不同，但不妨碍尊老爱幼。这点心胸我司马亮还是有的。你，两位少说两句。再说了，吕老您这深一脚浅一脚的，我们可得给您送到家呀。不必。朝廷派来的新县尉已经在路上了。司马亮，知道朝廷为什么会换掉你吗？无外乎就是因为我经商卖酒嘛。错了，因为你主张开放夜禁，犯了规制。因为什么都无所谓，小小县尉我司马亮不稀罕。狂徒，早晚要你好看！去，你这老东西，当心摔死！狂徒！呸！吕老慢走啊！怪我，没送到家，人就丢了。侍婢师虽不是县械正式官员，但在云顶应是大人物，走失了可不是小事。司马亮虽被罢官，但在我未到任之前，他仍代理县尉职责，就没有探查此案。查了，但估计也没有心思细查。哎，宋县城，今天喝的是接风酒，这些事儿往后再说。欢迎卢县尉到云顶，自此以后，我们兄弟三人需肝胆相照。干了！欢迎卢县尉。来，我今日请索旗长喝酒，只为叙兄弟情谊。司马县尉，您这声旗长叫得我后背直起凉风啊！那我叫你什么？和以前一样，叫我小聋子。我叫你小聋子可以，可你不能再叫我县尉。哎，以后啊，叫您司马老板。那我就叫你兄弟。小聋子永远是您的兄弟。那件事儿哦，放心，县械中人自我以下，我挨个都找过了。姓卢的什么都别想知道。嘿嘿，如此，多谢了。司马老板请客喝酒，便是给我小聋子最大的面子，怎么能让您说这个谢字呢？宋生，卢兄在云顶的一切，一定要安排好了啊！县令放心，那我就少赔了啊！卢县尉的寓所已安排好了，够你们主仆人住了。此番来云顶，并非我和苏明二人，一共5人。5人，那正好啊！我准备的是吕老先前住的宅子，够大。这不合适吧？卢县尉有所不知，那宅子先前属于一名胡商，因其犯了罪，被充了公。先前吕老也是借住，如今吕老失踪了半个月，宅子空着，你们住不正合适吗？你先去看看，若不满意，再换。
苏明啊，你先和宋县城看宅子，我当先入西亭理事。卢兄上任之初就要西亭理事，宋某佩服。哎，管家，刚刚听卢县尉叫你苏无名，正是在下的名字。这名听起来有点耳熟啊，是不是起得过于俗气了？哦，看着像个读书人，但你也太不思进取了。读书，为的不就是考取功名，名扬天下吗？你说你叫个无名，所以就只能给人家当管家了。县城说的是，苏某胸无大志，能给卢县尉当管家，已经很知足了。还有吗？回县尉，陈案卷宗都在这里。偌大之云顶，就这么几卷，而且都是些小偷小摸的案子。旗长何在？那索旗长还没来。这都什么时辰了？县尉息怒，他主要是不知道今日卢县尉新官上任。这说的是什么话？若我不上任，旗长便可不来吗？来了。新任县尉到了，哪儿呢？啊，在这儿。云顶县县旗长索隆，见过县尉贵姓啊？范阳卢林峰。哦，范阳卢氏，从杭州到敦煌，包括云顶，只看重土著旧族。若是出身于本州的贾廖殷索石安6县豪族，提也罢，外来姓不大管用。所以县尉在云顶就不必提范阳2字了。我问你，夜郎和井蛙，你选哪个？我选井。卢县尉，你这是往沟里带我呀？旗长，说的是上年岁且熟悉县械抓捕事务的人。你这个年纪，哦对了，你姓索，当地豪族，靠的是家族势力才当上的这个旗长吧？我靠的是自己的本事。县械就这么点卷宗，也没什么旧案。从这点上看，你和前任县尉司马亮，倒都算是尽职尽责吧？那是。你在捕手和差役中的威望如何？半个时辰内，把所有当值的捕手和差役都给我喊来，不管他们在哪儿。你要干什么呀？前任县尉下令时，你会问这么一句吗？就是这儿。里面若有吕老的部件，你把它集中到一个屋子里就可以了。多谢宋县长。对了，管家，你跟随卢县尉多长时间了？哎呦，那可有年头了。家仆啊！啊，我听说他做金吾卫中郎将时，深受当时的太子如今的圣上信任呐。确有其事。那如何被贬啊？具体怎么回事，我一个小小的管家还真不知道。不过什么？不过此次西行，卢县尉心情甚好，常开怀大笑。路过杭州时，都督陆思安还单独宴请了他。当时没让我陪，但陆都督送他出门之际，还一直在拜托卢县尉，说让卢县尉回京后在圣上面前多替他美言几句。哎，我明白了。
这当是圣上叫他来云顶历练。他日，兴许是啊。哎呀，多谢苏管家跟宋某透露了这么多。哎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拿着。在云顶碰见什么事儿，都跟宋某说，包括你自己的事儿。宋某还兼着本县的势力，你要是想做个小买卖什么的，都好说啊，好说。县尉，如何？不到半个时辰，人都找齐了。索旗长，你有2下子，都各司其职吧。什么？姓卢的，你成心溜我？什么意思啊？这么半天，溜什么玩意儿？怎么，本县尉没这个权利吗？朝廷派你来当县尉，你有权利管我。不过你存心戏耍于我，不怕在云顶水土不服哦？那我向索旗长道歉。少来！不要我道歉，那我当如何？我要看看你这个县尉当的称不称职。什么意思？身为捕贼官，你得能抓得住贼呀。会武功的盗贼比比皆是。卢县尉，兄弟们都怀疑你行不行啊？你们都怀疑，可这行不行的，不是我自己说吧？那就让我索隆替兄弟们探探底。索旗长，这可不行！一边去！索旗长非要如此，那就来吧。行了，你这本事，根本不配跟我过招。你说什么？我看你是打不过，怕出丑吧？卢县尉，饶命！饶命！小的眼下呀！大哥，机长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，大哥？现在问你，本县尉行不行？行。你们呢？行。那还不快给我站好了！站好。我有一事想问。今日到任后，见县谢卷宗加在一起不过10份。凭我之前的经验，一个县，特别是地处咽喉要道的大县云顶，只有这几封卷宗，很不正常。我问你们，县谢所存的卷宗，真的就只有这些吗？你说啊，真就这些？那你说，别的地方还存放着卷宗吗？真没有。没有。没。卢县尉，我是专门看管旧案卷宗的。之前我不是说过了吗？就这些。索隆，看来你不仅有2下子，在本县谢之内，你还挺有威信的。既然你们都不说实话，我就只能把他给请出来了。
这个东西叫狼筋，狼一般寿命15年左右，但若得到20年春秋的老狼取其腿筋，那便是宝物。我若是用火熏烤此物，便能测出谁在说谎。卢县尉，您别吓唬我们，我们都是老实人。不信啊？这云顶毕竟偏远啊，长安、洛阳的掌故你们听都没听过。当年狄公探案时就曾用此物探出了宫中盗贼。宫禁密室，卢县尉也知道。本人不才，正是狄公弟子。狄公都走了多少年了？您这年纪是他弟子，谁信啊？信不信由你。我现在熏烤此物，撒谎者的嘴巴会不由自主地抽动。我是不是狄公弟子，测谎之后，你们自然就会知道。你，还有你，都站到前面来。无法乱，斧头案，马鸣萧萧彩云散，功名事惹人烦，千重渡过暗重山。一桥弯，冷月暖，西出阳关路漫漫。为君一死生难，胡杨琵琶念长安。银河百丈，星辰闪烁，故园半亩，花开花又落。临风一世，无名白首，赤子心，破苍穹。黄沙卷，金甲穿，烽火连城，横刀了却狼烟。心如水，志如磐，待回首天涯远。醉我信仰，心系万里河山。与谁同坐明